嗨，欢迎回到龙树的第3堂课。我们将开始新的章节，第10章。它有一个伟大的名字，我们将在这里看到这个名字，叫做对柴与柴火的检视或调查。我们仍然常听到这个论点，类似的论点，直到那年轻的女士用望远镜观星，我们不能称她为天文学家。所以观星一定发生在她走出家门之前。在天文学家走出家门之前，他必须是，所以令人有些困惑。另一个人说：“听着，我有办法，让我们来谈一谈。梅党不逊，让我们来谈谈柴与柴火。让我们来谈谈柴与柴火。在我看来，这将澄清一切，我们将解决这些问题。如果我们只看到柴与柴火的例子，主要是那些较低的阿毗达摩学派的人，他们想说是眼睛先在那里，然后才有景色。天文学家四处游荡，他看着星星，甚至在他仰望星空之前，他就被称为天文学家。那是他们的想法。他们说，我们的立场被柴与柴火的例子所支持，柴与柴火的关系。现在，为了真正欣赏这一章，我想先和你一起来探索，一起来认识梵文，看看4个梵文单词，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章。第一个词是因檀那，一起说因檀那。因檀那，藏文是 Pushin。因檀那来自一个字根，你看那个根号符号 id 或 ind， 意思是点燃或放火，放火烧东西。我认为这与印欧语系有关，一个名为 end 较古老的字根，意思是吃，有时 n 掉了。在印欧语系中 id 变成 end， 意思是吃。一些同源词或用的例子是可食用、吃和肥胖，它们都有相同的字根 end， 与梵文字根 id 有关，意思是燃烧、点燃的部分，意思是烧东西。我认为它是 precursor 的前身，炕的前身，意思是燃烧。你看到炕在这个词里，炙热的蜡烛，点燃。我认为之前有一个古老的 s， 也就是 skan 或 schan， 演变成像这个闪耀这个词，所以这些词都有些关于燃烧 id ind and kan skan 的都与燃烧有关 schan 的都与燃烧有关。现在我们谈论的是眼睛看着某个东西，一个目标物。麦克的眼睛看着果汁，麦克的眼睛看着橙汁，橙色的果汁。你有3样不同的东西。你有做的人，丘尼喇嘛称之为年王连帕蹦代理人，比方说采取行动的人，你还有行动的目标物，它被称为。然后你有行动本身，也就是年王连帕，意思是行动目标物、行动代理人和行动。在这个例子，行动就是看。现在我考考你，在火的情况中，谁是代理人，谁是行动，谁是代理人的目标物？在火的情况中，谁是代理人？我给你一些选择。第一个选择，因丹娜，木材。木材是代理人吗？木材像是眼睛、做或看到目标物，因为木材助长了火。
这是一种可能。或者，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范文单词，也就是阿格尼。你们或许知道阿格尼意思是火。有趣的是，它源自一个动词根 ag， 意思是像蛇一样移动，所以火焰是行动的人。阿格尼，他们在跳舞。阿格尼的意思是跳舞，阿格尼的意思是火。在印欧语系中，有一些关于开车移动的词，与我们之前的 egg 有关。你就有了同源词行动、积极、敏捷和代理人，都有这个字根而来 ag 而来，移动和把事情完成。字尾逆使动词变成名词。阿格尼的意思是火。在英文中有单词点燃以及火成的，意思是由火形成的石头，所以那是火。再说一次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有柴与柴火。是火在木材上起作用吗？还是木材创造了火？哪一个是代理人？用眼睛来说很容易，眼睛看着瓶子，瓶子是目标物，看是动词，眼睛是主词。但是在火的情况下，谁是做的人，又做了什么？火是木材的结果，或者火在木材上起作用。木材是火的目标物，还是木材是火的代理人？你得想一想，这令人困惑。对我来说，很令人困惑。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单词，然后进入真正的课程。达哈，一起说达哈。它的意思是 seba， 意思是燃烧，燃烧。火燃烧木材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吗？或是木材助长的火。无论如何，字根大在这里的意思是燃烧，它和打哈有关。dh 有时会变成英文的 f， 也就是 f， 使它成为一个代理人。你必须称它为 fire， 然后才是 fire。类似的例子是特变成法，意思是握住了某个东西。它衍生出坚固的这个字，它也是树这个字的字根，因为在古代树是最不可移动的，你无法移动一棵树。好的 ，Deco 的就是这样。为你们再多讲一个字，在这一章中，他们将谈到火燃烧木材，直到木材用完了，然后火。下一个字，涅槃，这不是很有趣吗？你总是听到涅槃，意思是吹熄蜡烛，但是榕树在第一章里，他用这个词而没有提到解脱，只是指火熄灭了涅槃，他把自己吹熄了，他烧光了自己，火烧光了自己。所以涅槃的顺带一提 ，V 在梵文里更多的是像是 Nirvana， 藏文是，这是一个意义，不是直译，意思是超越悲伤。这就是我要你们学的关于涅槃这个词的部分。Nis 是一个字首，意思是不，指的是向外和向下，一直某个东西衰退直到它消失。接着你有这些词，下面的，在下面，下面，都源自这个。Man 的意思是吹，它的英文同源词很容易有风扇、通风口和风，所以吹熄就是涅槃。我认为令人兴奋的是，在这一章里，我们看到涅槃只是作为一种被吹熄的火，这给了你很好的洞察。吹熄了你对老公愤怒的想法，因为你意识到它来自于你，那就是涅槃。好的，回到第10章的开头。
我们将逐句阅读这些寄送。传统上，第一句寄送被分成2部分。传统上，第一句送被视为头2行藏文以及下2行藏文。顺带一提，梵文版仍然存在，这很令人兴奋。如果你想学梵文，这本书是学梵文的好文本。我不强调要学梵文，因为大部分的梵文版都遗失了。反之，在藏文中，你有约50万本重要书籍。梵文的话，你大概只有几百本。所以，我不确定是否值得付出努力，花6、7年学梵文。藏文版和梵文版是一样的，我很少看到任何差异。好吧，我们开始吧。第一句寄送的前半部分。首先来看龙树探索另一个人的例子的方式。另一个人说：“龙树，你看，你可以理解所有的问题，只要使用柴与柴火的例子，以及柴与柴火的相互作用。你把一切搞复杂了，你不必这样做。你只要想想火是如何消耗木材的，那一切都清楚了。关于是否先有小女孩在那里，或者关心必须先发生，然后小女孩才成为天文学家的讨论。整个讨论是由柴与柴火决定。继续讲柴与柴火就好。”龙树说：“不尽然。他像这样，我不这么认为。那有什么不对的？”龙树，火和木材是分开的，或者不是？火和木材是分开的东西吗？你们怎么想？听着，龙树说，听着，要么木材就是火，或者木材不是火，哪一个？他说：“好吧，比方说，你说它们是一样的东西，它们不是的。如果不是，你不能在木材上烧自己。那么，我们从一开始就删除了一个可能性。我们可以说，木材不是火，它们不是一样的东西。这里说，如果木材是火，那代理人、燃烧物和燃烧是同一个东西。燃烧就是燃烧物。如果你认为木材是火的因，那么木材就是燃烧，木材就是燃烧。柴与柴火是同一件事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我们去掉这个可能性，来到柴与柴火不是同一个东西的可能性。它们是分开的。我们继续第一句寄送的下半部分。对了，图片，我们错过了一张图片。我应该在这里解释一张图片。人们看着萤火。我在亚利桑那州长大，在沙漠中生活是很受欢迎的。小火不是那么大的。你坐在萤火旁，看着萤火。另一个人说：“你看，当眼睛看星星时，眼睛所做的并不是不真实的，它是真的。意思是对他来说是自信存在的，来自于他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火和它燃烧的东西是真的。所以他说，当有人看着星星时，这真的发生。因为当火燃烧木材时，也是真的发生一样的事情。意思是类似的推理。好的，下一句。哦，再讲一张图片。龙树说，如果火是木材，
那用粘土制陶的人就是陶壶，好吗？这很容易理解。在龙树的著作里，这是很少数容易理解的事。很清楚，如果火是木材，这女孩就会是陶壶。制作东西的人就是东西本身。如果火是燃烧的木材，制陶人就是所制作的陶壶，这个女孩就会是个陶壶，这个女孩就会在女孩自己的手中之类的，不可能。来到第一句寄送的下半部分。如果木材不是火，如果木材和火是分开的，现在你得想，当你读龙树时有一个原则，火和木材是分开的或不是？是的，它和木材是分开的。它是自性存在的，独立于木材吗？因为龙树将持续搬出这个词，自性存在，没有观察者，他们意识里的业力种子。木材和火是分开的吗？龙树说，不，他们不是从他们自身而分开的。你必须记得这一点。如果木材和火是不同的，它们不会重叠，它们绝不会接触。当我说重叠时，我的意思是接触。葛西老师，这不是一回事，接触和重叠是不同的。你看，这是接触，这是重叠，但是你必须明白，如果它们接触，某个部分必须重叠，某个部分必须重叠，为什么？必须有一个接触点。在数学中，一个点是没有长度和宽度的单点。但在现实中，如果有东西接触了，必须有一个接触点，一定有很多毫米的地方重叠。它们占据了同一个地方，否则你无法接触，不可能有接触。所以他说，如果火和木材从不接触，意思是它们是分开的。如果它们彼此不同，如果它们从未接触，那么你就会在没有木材的地方四处冒出火来。哦，快走开！有火在那里。什么？没有木材啊？是的，你不需要木材。为什么？它们是分开的。你不需要接触。房间里不一定要有木材才能起火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火发生了。你说所有的火发生是什么意思？火发生在有木材的地方，对吧？是的。所以他们接触了，对吗？不，他们不能接触。为什么不能？他们不能重叠。所以他们是分开的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那么你在这个房间就可以有火。如果你在隔壁房间有木材的话，因为他们不必接触。如果他们不必重叠，火就可能在任何地方，以及木材可能在任何地方，你就会整个地方爆发火灾。不，他们必须接触，好吧？那他们必须接触。是的，他们必须重叠。对，那么火就是木材。不，你看，你不能两全其美。龙树像是抓着他的头发一样，这就像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一样。如果他们接触，那么火的某个微小的部分就一定是木材。不，我不想要这样，好吧？所以他们从来没有接触。对的，那要小心了。你必须在厕所里有灭火器，因为火可能在厕所里冒出来。不，那里有水，格西老师。我不在乎，火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，它不必接触到木材。如果你还没有感到困惑的话，我没有做好我的工作。下一句寄送。它结合了第二句和第三句寄送。他是谁？丘里喇嘛？不仅火会在你的厕所里爆发，它们还会永远燃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们不是由木头所燃烧，它们只是从自己燃烧。因为木材从未接触到火，不，火确实接触到木材。好的，那它们重叠了，对吗？
那么木材就是火，火就是木材，对吗？在某个点上，不，它们是分开的。好的，那么小心了。当你大便时就会起火，所以可能会着火。哦，我没这么说。有的你说了，你说火不需要木材就会发生，我没这么说。有的你说了，你说不，它不必接触到木材。是的，我确实说过。好的，那么火可以在另一个房间，火可以在厕所里，那你大便时要小心了。好的，还有别的事发生，可疑的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也许是一个单独的实体在木材中产生的火。也许木材和火没有关系。也许咒语和治愈癌症无关。也许它们都来自于别的地方。那么不仅你的厕所会失火，而且 Datu 意思是它不会熄灭，因为没有木材，它只是自己燃烧。此外，你不用任何燃料就可以有火。你不用辛苦的收集木材，因为你不需要木材就可以有火。为何要经历找木材的所有麻烦，或者为你的汽车购买汽油？因为它不用汽油就会燃烧，引擎不用汽油发动。接着，他给了另一个寄送。当我第一次读时，我很困惑，因为他似乎在重复相同的事。但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仔细的看，你会看到第三句寄送是第二句寄送的辩证。你可以好好琢磨推敲一下。如果火不依赖木材，那么是的，火可能到处爆发，而且它们永远不灭。火就会永远持续，因为它们不必有燃料。它们也将永远不灭，因为它们不用燃料，燃料也不会用完。你不必去收集木材，或是为了发动引擎而去买汽油。这类似于主张眼睛不必依赖，眼球不必依赖它的因，因为它和它们没有关系。它不是看见的因，因为看见和眼球和眼睛里的化学物质是分开的，从来没有重叠。你必须想一想，他真的在提出和最后一章相同的论点，而那是重点。因为这一章被另一个人用来在最后一章证明他的论点。所以别忘了，当我们讨论财与财火时，我们真正谈的是眼睛、天文学家和星星。好吧，还有太阳真的会永远燃烧，这是太阳。如果燃料、氢气使太阳燃烧，而且太阳是分开的，那么太阳永远不会熄灭，因为它没有燃料。你只会有火永远持续下去，太阳永不会灭。阿比达摩学派说，我们的太阳将会熄灭。史蒂芬·霍金也说了同样的话，或许他是阿比达摩学派的，我不知道。好的，下一句寄送。顺带一提，这是一个怎么说？榕树再次采用的一个方法，它会反驳其他人说的某件事，好让另一个人有机会反击，然后再击垮他。榕树用第一句寄送挥拳打他，那个人回击后，榕树再用第二句寄送把他打倒。他被称为南美尔邦巴的意思是榕树更精确地描述它，所以这句寄送和上一句有点相同，但是它的目的是永远的击倒对方。第一句只是出拳打他，来吧。现在假设你心里想，
他对另一个人说：“燃烧就是木材。别忘了我们讲过火，阿格尼，还有木材，因丹娜，以及燃烧，打哈。这个人说：你知道吗？燃烧就是木材，燃烧就是木材。他们不是分开的。坦白说，他用火举的例子有点争议，在我们的脑海中很难把它甩开，因为当一块木材真的在燃烧时，有点难去区分火在哪里结束，以及火在哪里开始。如果燃烧是木材，那么除了木材之外，是什么在燃烧木材？木材在燃烧木材吗？这就是榕树。我再说一遍，那个人说：你知道吗？如果你真正仔细想，柴与柴火有点混在一起了。然后榕树说：是的，太酷了。所以木材燃烧木材，而且你不需要火，因为木材就是燃烧。他说燃烧和木材有点混在一起了。榕树说：是的，没关系，只要把几根木棍放在一起，没有火，它们就可以彼此燃烧，因为木棍已经和火混在一起了。类似这样，木材的燃烧无法烧木材。图片是什么？他举。哦，这就是为何这男孩看起来很困惑的原因。他刚听到这句寄送。如果燃烧是火，如果燃烧是木材，那么一根火柴就可以燃烧另一根火柴，不需要火，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何这个男孩看起来很困惑的原因。这个男孩代表了你们。下一句，它跟咒语有什么关系？哦，念诵咒语就是治愈癌症，所以治愈癌症是治愈癌症造成的。你不必念诵咒语，因为治愈癌症就是咒语，咒语就是治愈癌症，咒语治愈了癌症，咒语就会治愈癌症。所以治愈癌症就是治愈癌症，你不需要咒语，你可以放松，明白吗？咒语就是治愈癌症，好吧？那你就不需要咒语，为什么？因为治愈癌症可以治愈癌症，为什么？因为咒语就是治愈癌症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顺带一提，如果你不去想它，马上就放弃了，你将无法使用咒语。所以我很抱歉，你必须想想这些事，你必须到钻石山闭关，闲暇时想想这件事，然后你就会明白了。有天你会弄明白的，到时候咒语就会奏效，这很令人兴奋。顺便说一下，我是说这需要时间。哦，格西老师，我应该停止念诵咒语，直到我可以理解榕树吗？我没这么说，继续念诵咒语，那将会明白榕树，而理解榕树将使咒语奏效。第5句寄送。火是木材吗？我们已经说了不是。那火和木材是分开的，对吗？是的，它们是分开的。好吧，它们无法重叠，对吗？是的，它们无法重叠。为什么？不可能有1英寸的火是木材，要么所有的火都是木材，或者火不是木材，它们必须是分开的。它们是分开的吗？是的。它们重叠吗？没有。好吧，那么火就不能烧木材。为什么？它从没有接触木材。不，它们确实接触。好吧，那它们就重叠了。因此，木材就是火。对的，木材可以燃烧木材，不需要火柴。是真的。这没道理啊！有些奇怪的事正在发生，你只是从未想过它。别怪榕树。
你过去认为会导致事情发生的事情，并没有导致事情的发生，但是你一生都在犯懒，不去想它。你继续服用阿司匹林，即使它一半的时间都不奏效。好的，你继续念咒语，即使它有一半的时间不奏效。如果我从未接触木材，它们从来没有重叠。这把明点不可能有燃烧。如果阿格尼从未接触因坦拿，对吗？就不会有达哈。如果阿格尼从未接触因坦拿，那就不可能有达哈。如果火从来没有接触木材，就不会有燃烧。如果没有燃烧，就没有涅槃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没有火，就没有火的熄灭，涅槃。这就是涅槃这个词的由来。如果没有火，如果火从来没有接触到木材，那就不会有任何火。如果没有火的开始，就没有火的终止，涅槃。如果它从未停止，米钦纳，梵文是安能玛纳。如果火没有停止，如果没有火的停止，那么火将永远是热的，因为燃烧是火的一部分，它永远无法熄灭，且永远无法开始。所以每次某个东西是火时，它将会永远燃烧，它将只是燃烧，它永远不会失去它的Swalinga。在梵文中 ，linga 的意思是它的标志。顺带一提，意思是一个男性的标志和一个女性的标志，但在哲学中，这意味着火永远不会失去它的热和燃烧，它会永远燃烧。Swalinga， 它会永远保有它自己的标志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从来不会耗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从未燃烧过。为什么？因为火从来没有接触木材。你得推敲一下。我们讲完了梵文的部分。是的，顺便说一下。王树总结说，顺带一提，如果不需要任何接触，火就可以燃烧木材，那么你下一张图片 Pachi Team， 那么火柴将点燃香烟，而不需要接触香烟。火不必接触香烟，如果柴与柴火不用重叠，火就可能发生。那么有人在瓜达哈拉点燃打火机，而在圣多纳的香烟将会燃烧，因为根据你的说法，他们不必接触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想抽烟，我觉得很奇怪。这两句寄送6和7。现在，这是榕树让人感到棘手的一点。第6句是另一个人，而第7句是榕树，但他没有告诉你。当你真的很擅长读经文时，你知道哪一句是假的，哪一句是对的。如果你还不擅长，最好找本很好的论释。我听过很多人站在榕树的立场来解释另一个人的观点，非常雄辩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在我看来，我不知道有任何好的根本文翻译本，我不认为有。更正，我不认为有。另一个人说：“你看，当男人触摸女人，和女人触摸男人，他们是不同的。那叫什么？差别万岁！女人不是男人，男人不是女人，这是他们能触碰的唯一原因。如果他们是一样的东西，他们永远无法接触。那么我们就不会在这里，因为我们的爸妈不会接触对方，对吧？所以他说，你看，女人触摸男人，男人触摸女人。只有当柴与柴火是分开的，你才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接触。
事情无法接触，如果它们不是不同的，东西不接触自己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咖啡杯不能接触咖啡杯，这个咖啡杯无法接触这个咖啡杯，因为它和这个咖啡杯没有不同，所以它们无法接触，因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。要有接触，一定要是不同的东西，然后它们可以互相接触。所以拜托，这很简单，就像男孩和女孩，然后他们触碰，他们是不同的，所以柴与柴火，他们必须是不同的东西。另一个人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为何把它搞得如此复杂。”这是第6句寄送，对吧？是的。现在第7句寄送是我们的答案。龙树的回答。现在我们回到那个动词上，一个东西照亮了另一个东西，或是一个东西勾勒了另一个东西。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是果汁瓶定义了咖啡杯，以及咖啡杯定义了果汁瓶。是女人定义了男人，还是以及男人定义女人吗？在这情况下，它必须是分开的，对吧？如果他们接触，顺带一提，另一个人在谈论的接触是物理意义上的互相接触，但是龙树把它带到好的，所以你不能真正的说一个男人是男人，直到他和一个女人在一个房间里，没有女性，你就无法辨别男性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他们必须接触，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同一个画面。我们有一张图片，男性和女性必须在同一张图片中，才能辨别男性和女人之间的差异。他们必须在同一张照片中。然后你可以说：“哦，看，他有胡子，他没有胡子；他有口红，他没有。”我不确切知道，但是当他们在同一张照片里的时候，当果汁瓶在咖啡杯旁边时，你可以看出对比，而定义出每一个定义出另一个。当你此刻把它们放在影片中的同一帧里，当你把它们放在同一帧时，这个说明了和那一个之间的区别，而那一个说明了和这一个之间的区别。你是说他们互相定义？是的。那你不得不说他们有接触。对吧？你必须相信他们有接触。他们有接触吗？是的。他们有重叠吗？没有。他们接触而不重叠吗？是的。接触点在哪里？就是他们有重叠的地方。所以不要告诉我男性定义女性，女性定义男性，因为他们无法接触。不，他们必须接触才能定义彼此。对的，所以他们必须重叠。不，科技老师，他们接触但没有重叠。好，那没有他们接触的点，对吗？没有这一个和另一个重复在同一个区域的点，也就是接触的意思。要习惯这个，并不是说男性的一个小尖端，并不是说瓶子的一个小尖端接触了咖啡杯的一个小尖端，在某个点上，它们必须重叠，否则它们没有接触，然后它们是不相连的。你不能说一个被另一个所定义，你不能说一个被另一个所勾勒，你不能那么说。这非常微妙，如果你仔细想想，你会明白的。别放弃，别偷懒。你想用药师佛咒语治愈疾病，你必须弄明白这一点。我说，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，你不能用你的咒语治愈另一个人，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你会对着不在厨房里的老公大吼大叫，念诵咒语去治愈癌症，却不理解他们。就像在厨房里对着不在那里的老公大吼大叫，同一回事。哇哦，好的，我们讲完了这一个。嘿，我们结束了这堂课，耶！好好想一想。
它们可以不重叠而接触吗？不。如果它们重叠而不接触，那它们是同一个东西。男人就是女人，他的一小部分就是女人。他们没有定义彼此。对我们来说，关键是咒语不能治愈癌症。如果咒语没有接触癌症，而且咒语不能接触癌症，所以格西老师，到底为何我该念诵咒语？因为有个东西导致了咒语，也导致了治愈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拯救动物的生命。放生让咒语能够治愈癌症，好好想一想。好的，下堂课再见，耶。